荣耀X10。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啊。这个智齿好了之后，录视频的节奏明显快了3分啊！今天呢，我们又首发为大家带来这台终端5G 的新品啊。这台机器真的是千呼万唤，因为从之前的一系列曝光来看，它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从配置上来说，都非常的越级。有 MX 的600Y，这可是华为顶级的这个 sensor 了啊！不过完整体验，小白测评荣耀X10，咱们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OK， 这次呢，我们是有2台X10，我手里这个拆完了，已经设置好了呢，是这个光速银的这个版本。这次呢，也是它的这个主打色，非常的漂亮。然后有一台啊，我们现场给大家开箱一下，也就是它的这个竞速蓝。这次呢，应该是有4个配色。其实跟之前的曝光啊，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就是之前呢有说会有这个X10 Pro 分为2个型号，但其实它只有X10一个型号。然后这个配置上呢是分了这个不同内存的版本，配件方面呢还是老的4件套，这个充电器、数据线，然后还有一个清水套。传气方面呢，它是最高到了22.5瓦的一个充电器，这也是用的比较多的吧，就是现在2000元档位差不多都是20瓦的这么一个充电。这2台机器我们已经全部设置完毕。不得不说，今年荣耀啊，尤其是在 ID 设计方面，你感觉好像它换了一支 ID 设计团队，非常的不一样。之前呢都是玩一些颜色，玩一些什么光泽感什么的，但是今年这个机器非常的设计感。X10这块呢是后背用了不同的这种几何形的线条，然后把后背做了一个分割。大 logo 呢怎么说呢？就很多人觉得有一点杀马特，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潮的。当然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玻璃材质啊，它不是塑料的。虽然说没有疏油层吧，比较容易沾染指纹啊，但是这个价位段也给你上玻璃，还算是 OK 的。背面的 ID 设计上，不管怎么说，这个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它还有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这个蓝色也是这个深跟浅有渐变，而且切割的不同色块之间呢也有不同的这个颜色。这个银色的一个版本啊，拿上手，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说这非常像那个 P40银色的那种感觉。虽然说它没有 AG， 然后后背也是双曲面的这个设计。然后整个手机它上手的重量呢是203克，200克的一个重量，算是中规中矩吧，这个并没有做到非常轻。然后尺寸方面呢是6.63寸的一个 LCD， 没有打孔，它是一个升降式的镜头。这个设计延续了之前9X啊，就是它前代机的那个设计啊，非常小的一个这个模组，但是它这个升降的速度啊，并不是那么的快。侧边来看呢，就像我们之前说这个 Realme 的 X50 Pro 一样，这个是一个不太讨喜的设计，它是一个塑料的中框啊，这个其实没啥但是呢，它的这个中框的宽度呢是比较宽的，就是它没有在侧边收的比较窄。如果是比较窄的话呢，它其实是有视觉减薄的这个功能的。它机身呢是8.8毫米，但是你感觉这个机器呢，就比较厚重一些。这个就是。可能和它的内部堆叠是有关系的，就是它做不到这个中框的收的比较窄。电池方面，它是43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啊，这个电池容量呢算是中规中矩吧。OK 啊，重点来了啊，这也是之前曝光的时候的一个大亮点，那就是它的这套模组3摄的一个设计。然后主摄呢是 MX 600Y， 但是特别要注意一下，这颗 MX 600Y 做了一点点小阉割，也是刀法非常精准的一个阉割，就是没有 OS 的光学防抖。但不管怎么样，它也是600Y啊。这也是一个顶级的 sensor 了。现在很多865一线旗舰的这个主摄可能都没有它在夜景方面表现强。然后还有一个800万的广角，还有一个200万的凑数镜头，这个就组成它的3摄。OK， 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荣耀X10”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期呢，我们也将会第一时间把它的所有实测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前置这个非常薄的升降镜头呢是1600万像素啊，因为它比较薄嘛，这个整体的素质方面要求就不要那么高了。OK， 咱们转到正面啊，这个边框的控制上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跟这个荣耀的30S 它自己的这个手机相比的话，我更喜欢X10的正面的 ID 设计，它也是一个3边不等宽的设计，就是额头、两侧和下巴是3个尺寸，你看起来呢稍微有一点不和谐，但其实它的两侧已经是收的比较好了。之前尤其是去年的时候，这个荣耀的手机呢，我们跟大家吐槽过的一点就是它4边啊总是收的不那么干净利落，但是从今年开始这个有改变了啊，这个4边呢收的比较 OK，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侧边的指纹识别，这也是荣耀的一个坚持啊，荣耀有很多手机都是这个侧边的指纹识别，包括它的很多旗舰机型，这台机器也是双扬器的设计，但是它是听筒式的。处理器方面呢，还是麒麟这边非常不错的一颗终端芯片，这个820 5G， 咱们来看一下荣耀X10的820跑分情况。这个天玑820没出来之前，它是终端最强的这个芯片，肯定要比什么765G 要好太多了。现在这个天玑820好像是在纸面参数上要比它稍微的多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啊，这两个820啊，不管是天玑还是麒麟，都属于同一个档位段的，两个还是大差不差的吧。不过呢，它也有优势，那就是这台X10是9个频段5G 全家桶，这个就是华为这边的优势了，确实是。无敌的一个存在，就是不用再争论什么频段方面的问题了，全部都有。下面一个重点啊，竟然是屏幕啊！之前这个荣耀的机型很少重点讲屏幕啊，或者说华为系的手机都很少重点讲屏幕。这个 LCD 的升降全面屏呢，它是一个90赫兹的配置，对于 LCD 是吧？这个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不错这块屏幕。我们这两台机器，都是这个底部有一点点偏暗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一个行业通病。之前我们跟大家解释过，90赫兹呢，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是非常爽咯，是吧？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配置。然后呢，很多小伙伴说啊，这个 EMUI 有没有针对90赫兹做一些什么更新啊，或者说优化？因为现在呢这一代还不是大的 EMUI 的这个升级所以说90赫兹的优化上相对来说现在还是比较小的。这个有一些小地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这个上滑返回这个手势的话，其实你能感觉到它做了一点这个90赫兹的优化，就是感觉是更快了、更流畅了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在它的多任务界面，它改了一种这个消除后台的这个方式。之前呢都是往上直接就没了，它现在呢是往后推。看这个动画啊，就增加了一点动画感。其实能感知到 EMUI 还是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它现在肯定不是跟那个MIUI 12一样啊，这个是从头到尾从底层就全部针对这个高刷做了这个变革这个现在还不是。它的这个按键，这两台机器啊，这个都是比较松一些的。侧边的一个指纹呢，左右是有一些晃动，然后还有顶部的这个升降模组也是有一些晃动。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镜头方面啊，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红点儿，你感觉就跟这个在摄像进行中一样。然后 Super Night Vision 啊，就是超级夜景，在后边呢已经告诉你了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吧？转子马达 ，OK， 我们体验了一段时间这两台X10啊，这个总体上的感觉呢，它在这个档位段之中，还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它的这个最低配的版本呢，据说是有2000元以内的档位，大家可以飞一下弹幕啊，是多少钱？现在我还不知道，我盲猜呢，它的锚定版本应该会在2200或者说2300左右这么一个价格。2000元档位呢，陆续已经更新了不少的机器了，后续呢，我们也会推出一个2000元档位的横屏，到时候集中跟大家聊一聊，820或者说1000加。还有就是麒麟的820。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不管是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